如果你最近正在考虑购买 iPad， 那我猜你大概率正在纠结，到底是应该趁现在的返销优惠购买一款现有的 iPad， 还是说再等那么1到2个月，等苹果在秋季发布他们最新的 iPad 再购买，毕竟配置更高，也能够多用几年。我是小天，欢迎回来。那为了方便大家做出一个对购买 iPad 最准确的判断，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目前全网为止所有关于苹果将在今年以及明年年初发布的 iPad 系列的所有消息。那我们先从许多人最关心的 iPad 9讲起。苹果是计划在今年秋季的晚些时候更新主要针对于学生用户们的入门级 iPad。关于 iPad 9的信息，其实网上的各种情报都一直挺迷的。那我自己也整理了一下，发现其实不外乎有2个版本。那今天我就把这2个版本的所有信息都列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在第一个版本中 ，iPad 9会用上和 iPad Air 3一样的10.5英寸的全贴合显示屏，分辨率为2224×1668，支持 P3 的广色域以及原彩显示 ，A13 芯片4GB 内存 ，Touch ID Home 键按钮以及 Lightning 的充电端口，并且支持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那在第2个版本里的 iPad 9预计将和 iPad 8保持一致的屏幕尺寸为10.2英寸。分辨率是2160×1620，并配有防反射涂层，但在设计上它会明显变薄，厚度会达到6.3毫米，比现在第8代的7.5毫米要薄上了不少。预计在重量上它也会变得更轻，为460克，而不是现在第8代的490克。再加上 A13 芯片、4GB 内存、Touch ID Home 键按钮以及 Lightning 的充电端口。同样的也支持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这2种不同的版本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它们的便携性和屏幕尺寸上了。那我会选择便携性，不知道大家更希望能够看到哪个版本的出现呢？在 iPad 9的最后，我也想加上一个我在制作本期视频前刚刚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苹果可能会在 iPad 9的入门价格上做出一个更低的定价，苹果将以299美元而不是329美元的起售价出售这款产品。对于这条传言，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抱太大的期望，因为我也跑去查了一下前几代 iPad 的起售价格，无一例外都是保持在了329美元。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许多小屏游戏党们最期待的 iPad mini 6。苹果正在开发一款全新的 iPad mini， 新的 iPad mini 将会有更大的显示屏，尺寸从8.5到9英寸之间，而且边框也会变窄。不过 iPad mini 应该不会像在2020年时传言的那样用上 mini LED 屏幕，毕竟目前 mini LED 还只用在了最高端的12.9英寸的 iPad Pro 上，而 iPad mini 还要考虑保持它比较实惠的价格。苹果也在 iPad mini 上测试不包括 Home 键的设计，由于没有 Home 键，苹果可以实现 Face ID， 或者是像 iPad Air 一样增加一个 Touch ID 的电源键。关于 iPad mini 6是会使用 USB-C 接口还是 Lightning 接口，传言不一。不过呢，有泄密者分享了 iPad mini 6的设计渲染图。从图片上看，它采用的是一个类似于 iPad Air 4的设计，有一个 Touch ID 的电源按钮，有 A14 芯片以及一个 USB-C 接口。泄密称 iPad mini 将会有黑色、银色以及金色，并且会有一个大幅度提升的扬声器。在一份概述对下一代 iPad mini 重新设计和新功能的报道中，透露了苹果有可能为 iPad mini 配备一个全新的更小的 Apple Pencil。这款 Apple Pencil 的尺寸更适合和 iPad mini 的尺寸一起配合使用，但目前还不清楚苹果是会同时出售2种不同尺寸的 Apple Pencil， 还是只是单纯的准备把第3代的 Apple Pencil 做得更小，可以在 iPad mini、iPad Air 和 iPad Pro 中同时使用。在 iPad mini 的最后，我也想多聊2句关于它将使用的芯片，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称新 iPad mini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将使用 A15 芯片，而 A15 芯片预计将在今年秋天 iPhone 的发布会上首次亮相。如果这一次苹果真的会同时在 iPad mini 6上用上全面屏、Type-C 接口、全新的 Apple Pencil、A15 芯片，那这次肯定是要卖爆了。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我们就一起期待苹果的发布会吧。大家记得在留言或者弹幕里告诉我，如果 iPad mini 6真的是这样的配置，那你是会去选择 iPad 9还是 iPad mini 6呢？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可能会得到更新的 iPad Air 5。iPad Air 5将继续采用类似于 iPad Pro 的设计，所以在设计语言上没有大的更新。iPad Air 5也将继续使用 10.9 英寸的显示屏，在侧面会有一个 Touch ID 的电源键。它将获得一个双镜头的相机系统，包括一个广角和超广角镜头。LiDAR 也有可能出现在 iPad Air 上。其他的新功能包括一个4扬声器的音频系统以及 A15 的芯片。此外 ，iPad Air 将使用上 OLED 屏幕技术，而 iPad Pro 将继续使用 Mini LED 技术。苹果上一次更新 iPad Air 是在去年的秋天，当时的更新内容包括采用了全面屏的设计以及当时的旗舰 A14 仿生处理器。说起来也很奇妙，因为相比前2款 iPad 的产品 ，iPad Air 5在网上的留言和新闻简直是少得可怜。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iPad Air 5预计要到2022年的年初才会发售，而今年秋天苹果已经有足够多的重磅产品来吸引各家媒体和网站的眼球了。OK，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所有关于 iPad 产品线的相关信息，希望能够对你购买 iPad 时有一些帮助。我会在频道更新苹果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使用体验以及相关新闻。如果你希望第一时间获得消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最想购买的是哪款 iPad。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